大家好，我是艾生。这两天吃瓜吃的爽不爽？回顾一下哈，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见证了女王钟馥莉发动的那一场亲算式继承之战。然后第二集呢，沉睡的泰坦以国家队的身份准备掀桌子。上一集我们完整复盘了钟庆后跟杜建英是怎么样用30多年的时间联手打造了 B 面帝国的，这个才是所有冲突的真正的源头。那说实话，这整个故事就像一部结构超级精密的战争机器，每一个齿轮都环环相扣。今天我要试着给大家绘制一副完整的战局全貌。我们先来解构那把已经悍然出鞘的鸣枪，就是那个在父亲葬礼上手捧灵牌，公然向长姐宣战的太子钟继昌，还有他背后那个由母亲杜建英打造的强大的战争机器。传闻当中还有另外3位身份沉迷的钟家血脉，那这些人其实他们也随时有可能会加入战局。钟馥莉面临的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姐弟之争，而是一场被鸣枪和暗箭彻底包围的终极的围城。在娃哈哈帝国的继承权战争当中，最先跳出来的火力最猛、威胁最直接的，毫无疑问就是以太子钟继昌为首，由他母亲杜建英在幕后运筹帷幄的挑战者派系。他们发起的可不是什么游击骚扰，而是一场准备非常充分、多线并进，想要彻底颠覆钟馥莉统治的全面战争。太子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匕首，直接刺向钟馥莉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这个身份的心脏。钟继昌从出生开始就不同凡响，这个名字寓意就很深远。继昌，继承宗族的昌盛，所以你看钟庆后对他的期待有多高。他1996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从小呢接受的是全球化精英教育。他毕业于美国最顶级的著名私立高中康科德学院，这是一所以培养独立思考和全球视野闻名的学府，而且他的母亲杜建英甚至还曾短时间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董。但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非常讽刺的对比，他的长姐钟馥莉当年被送到美国就读的仅仅只是一所公立的高中，加州的圣马力诺高中。钟馥莉大学也只是毕业于佩珀代因大学， QS 的排名大概是651到700这个区间。而这个私生子钟继昌呢，他毕业于藤校康奈尔大学， QS 的排名是第16。所以你看出问题来了吗？不同的教育背景注定了他不会甘于平庸，任人摆布的做一个富家子。但在他所有最耀眼的履历当中，最致命的一击其实就发生在2024年钟庆后的葬礼上。在那个本来应该由合法继承人钟馥莉主导的庄严肃穆的场合，本来是应该有指示捧持的这个灵牌跟骨灰，结果却出现在钟继昌手上。这个此前非常低调、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年轻人的手里面捧着他爸爸的骨灰盒跟灵位。各位，请跟我一起想象那个瞬间，这个行为的象征意义是无可辩驳。他宣告的是长子的身份，是对于正统地位的一次强力的伸索。在那个瞬间，他不再是什么被人窃窃私语的私生子，他就是钟家的太子。在中国的传统宗族观念里面，钟继昌的私生子身份原本会让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但是捧灵牌这个行为是公然挑战了私生子的这个定义，这个绝不会是临时起意。有接近钟家的人透露，早在2009年钟继昌的祖父修家谱的时候，就曾经有意想将钟继昌记入他们的这个族谱，只是因为担心会影响钟庆后的公众形象才作罢。这个说明什么？说明钟继昌的太子身份在他们家族内部早就有铺垫，早就已经是被默许的存在。而这样一把象征性的鸣枪，很快就转换成了实体的权利。从2022年开始钟庆后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钟继昌的名字开始被系统性的安插进娃哈哈的商业版图当中，从北国的沈阳、天津到西南的大理，再到华东的南京，他迅速在多家娃哈哈的核心子公司里面拿到了董事的席位。
这个动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母亲杜建英正在有计划地把这样一把鸣枪深深地植入娃哈哈的业务的脉络当中，为未来接管或者是分割资产做好万全的准备。那如果说宋继昌是冲锋在前的鸣枪，那他的母亲杜建英呢，绝非外界标签化的情人或者小三的形象。上一集里面我们详细讲了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娃哈哈集团的二把手，官至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办公室的主任，是 B 面帝国名副其实的大类总管。凤凰网爆料，就是钟庆后在2000年前后与原配施幼珍离婚，并且2005年前后与杜建英登记结婚。虽然他们这个婚姻存续时间并不长，两个人后来也已经离婚了，但是这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史却为杜建英子女今天的继承权的主张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法理跟情感的依据。他让这样一场遗产争夺之战在法庭上多了一层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的色彩，让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简直是呈指数级的上升。而杜建英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他亲手打造的那个我们上一集曾经详细拆解过的 B 面帝国跟三杰投资集团，这个是他发动战争的金库，确保他有足够的弹药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杜建英至今仍然在多家娃哈哈的公司里面担任董事，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传闻当中说他控制着娃哈哈集团的部分核心产能。钟富力接办以后曾经关停了10多家分厂的生产线，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意在削藩，是为了切除杜建英派系的势力范围。的确没有错，这些工厂是杜建英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个削藩的动作实在是太猛，整出了大出血，直接导致娃哈哈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产能危机，甚至被迫要委托他们的竞争对手金麦郎进行代工。这个巨大的失误在商业上简直是奇耻大辱。钟富力的改革措施比较激进，得罪了经销商体系，而当年跟钟庆后一起打造联销体模式的这个杜建英，他是更加容易获得这些旧臣和经销商的支持。那各位看明白了没有？杜建英的 B 面帝国，他不仅仅是他儿子的后盾，更是他扼住钟富力咽喉的战略武器，可以通过影响娃哈哈的这个生产命脉来直接干预其经营。钟富力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艰难的排雷行动，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引发大出血，所以其实国资委的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上期视频我们讲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杜建英的三杰投资股东名单上有钟庆后的亲妹妹钟蕊，这个意味着这个 B 面帝国其实是钟氏大家族产业某种程度的延伸。那杜建英的阵营背后有钟家人撑腰，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底气，也是钟继昌这把鸣枪背后最大的火力资源。左手紧握金库，右手扼住生产的咽喉，而背后还有钟家人在撑腰。那有了钟氏家族认可和加持的这个合法身份，再加上母亲经营多年的 B 面帝国作为后盾，太子钟继昌就可以兵分三路，齐头并进，来层层加压。首先第一个就是法律战线，这个就是釜底抽薪了。他们在香港跟内地同时提起了诉讼，在香港目标是争夺那个价值21亿美金的离岸信托，而在内地则是直接挑战钟富力对于娃哈哈集团 29.4% 的股权的继承权，这个是要从根本上瓦解他的权力宝座。首当其冲当然是要做一个 DNA 鉴定，一旦这个亲子的关系被法律确认之后，继承权的大门就将轰然洞开。那紧接着就是扔下一枚重磅炸弹，申请对于钟富力手中那样一份2020年版本的遗嘱进行笔迹鉴定，他们直指钟富力存在伪造遗嘱的嫌疑。第二条战线是资本战线，这个是终极的绝杀。最具有威胁的一个传闻是杜建英他有意直接接手杭州国资所持有的那 46% 的股份，虽然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各位，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可以想象一下，交易一旦达成的话，一个最熟悉娃哈哈内部运作的二把手将一跃成为娃哈哈的控股的股东，而钟富力将从女王瞬间沦为
不起眼的小股东，算是在这场继承之战当中彻底出局。在资本这条战线，杜建英的底细不仅来自于他投资集团手握重金，更因为那些被中复利的改革触动了利益的娃哈哈元老跟庞大的经销商网络。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杜建英代表的是一个更熟悉也更为稳定的预期。第三个就是舆论跟内部政治的战线，这是在争夺人心。中复利的激进改革无疑是触动了娃哈哈集团内部庞大的利益集团，以他亲叔叔中泽厚为代表的这些元老公开炮轰就是一个征兆。而杜建英作为跟这些元老同时代的战友，他更容易获得大家的同情跟支持。那所以通过联合内部的反对力量，利用家族认可的中继仓的长子身份，他们的确有可能在舆论场上扭曲叙事的逻辑，将中复利描绘成一个背离父亲路线、不近人情、不受支持的篡位者，从而为法律跟资本路线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的弹药。这个就是明枪的全部威力，一套组合拳打得虎虎生风，几乎让人没办法喘息。然而就在中复利全力防备来自于太子阵营的正面冲击的时候，一片更深更寒冷的迷雾也笼罩了整个战场。2018年，钟家曾经为曾庆后的父亲钟启禄编撰了一本年谱，其中明确记载，除了钟复利以外，钟庆后还有6个孩子。那些在遗产争夺当中尚未露面的钟家血脉，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威慑。除去已经公开起诉的杜建英的3名子女之外，理论上来说，还存在另外3名没有公开露面的钟家血脉。这些传闻的细节在境内境外多个独立信源当中得到了交叉的验证。第一条线索是居住在美国的女儿，这个是流传最广也是最古老的一条线索。传闻说，钟庆后早年曾经与一名员工育有一个女儿，后来母女2人都定居在了美国，这个秘密可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而第二条线索则指向了一场更具有《甄嬛传》色彩的宫斗戏码。传闻当中，2017年钟庆后与一位年轻的管家生下了他最小的儿子。72岁高龄的钟庆后还不辞辛劳要再生多一个儿子，这个行为在外界看来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欲望，凸显了他对于想要确保男性继承人延续宗族香火那样一种不可动摇的执念。大太子叫钟继昌，这一位叫做钟继盛，总之都是要继承宗族的昌盛。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小男孩竟然被交给二太太杜建英抚养，这背后究竟是妥协还是什么宫斗的戏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传言称，正是这个小孩的降生，让杜建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而向钟庆后索要更高的财产保障，要求钟庆后追加7亿美金的信托份额作为安抚费用。而钟庆后生前没有能够来得及凑齐这笔资金，这个成了日后杜建英派系发动法律战的导火索之一。那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这个小孩不仅是继承权的潜在分割者，更是会点燃整个战争的火星。第三条线索，这最后一个子女到底是谁，信息最为稀少也最为神秘。但无论如何，当多个互不关联的信息源都指向相似的方向的时候，该情报的研判价值就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对于钟复利而言，他必须要将所有这些传闻当中的钟家血脉都视为真实存在的潜在的威胁。那为什么这几个钟家血脉到目前为止保持沉默，并没有跳出来争夺家产呢？这背后可能隐藏着2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考。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一次性买断，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推测。钟庆后作为一位精明的企业家，完全有可能在早期就已经通过设立独立的未公开的信托，或者是支付一笔巨额的买断费用，来永久性的解决对于他们的财产安排。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没有入场券，保持沉默，是因为交易早已经完成。但是网传钟庆后第6个小孩的生母，那个年轻的管家，因为不满钟庆后提供的抚养费，曾经多次在娃哈哈总部门前闹事。那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除非是后来这件事情已经被妥善处理了，否则这个似乎可以作为推翻第一种可能性的证据。
但还有第二种更具有威胁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有可能因为没有像杜建英这样的人脉跟资源，所以如果贸然出头的话，很有可能成为中富力首先集中火力打击的目标。所以最理性的策略当然应该是蛰伏坐山观虎斗，让兵强马壮的这个杜建英的派系先出手去吸引火力。他们在等待什么呢？首先，一旦钟继昌等人的这个诉讼能够砸开那样一堵最坚固的墙，也就是法院通过 DNA 鉴定能够正式确认非婚生的子女也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的话，一旦这个判决被确立，就等同于为所有钟家血脉分割遗产的可能性扫清楚了最大的障碍。其次，等到两边斗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届时便可以搭便车加入战局，以最小的成本分享最大的胜利的果实。所以他们当前的沉默不是放弃，是在等待最佳的入局的时机。那任何一位新的钟家血脉从幕后走向台前，这个引发的连锁反应都将是让钟富力焦头烂额的。法律层面，诉讼将会从一场双人对决瞬间演变成为一场混乱的多人混战，案件的复杂程度将会指数级增加，然后陷入无尽的诉讼的泥潭。而财务层面，遗产将会进一步的被稀释、被摊薄。钟富力目前持有的 29.4% 的股权，以及那21亿美金的信托，都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分割。那如果最终认定钟庆后共有7名子女的话，那钟富力的理论继承的份额会从100%骤降到 14.3%， 这个对于他的权力基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战略的层面，整个战局将会从两军对垒演变成为多国杀。那新的玩家有可能会与杜建英的阵营结盟，也有可能独立行动。不管怎么样，不同的这种可能性会让钟富力疲于奔命。那这样一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将会极大的消耗钟富力的精力、资源跟决策的判断力。那现在让我们把视角从攻城方转移到守城方钟富力身上。钟富力继承的娃哈哈，他们的股权结构异常复杂，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那钟庆后之所以能够以超过 54% 的比例实现绝对控股，是因为他与这个职工持股会结成了事实上的一致行动人。但根基尚浅的钟富力显然难以复制父亲这样一种依赖个人魅力的平衡术。更要命的是，他与第一大股东的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2025年年初的时候，钟富力试图将387件娃哈哈的核心商标从集团公司转移到他个人100%控股的宏盛器公司旗下，被钟家持续不断掏空了这么许多年。其实这些商标基本上已经是娃哈哈集团仅剩下的不多的资产了。如果连这一些都被转移走的话，那这家公司也就真的只剩下空壳而已了。所以这一行动被国资方以大股东的身份紧急叫停。而当年达人之争，钟庆后以保卫民主品牌的这个悲情的形象示人，干的却是保护 B 面帝国资产的这个勾当。国有资产经此一役，实际上反而受损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分析过，所以钟富力的这一行动是非常要命的战略错误。此举在国资委看来，无异于完全掏空集团，直接触碰了国资委的红线。所以国资委的紧急叫停，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提醒，而是决定性的警告。这个也是他们决定直接下场干预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钟富力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接班以后急于推进激进的改革，他一口气将30多名中层干部降级，引入自己宏盛系的全套人马。他改变分红的方案，规定了近半数员工的评级将影响分红。他还关停了10几家由杜建英派系控制的生产线。或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或许吧，但是太急迫，沟通不到位的结果就是在老员工看来，他的新政实际上是要颠覆钟庆后一直推崇的这个家文化。我们知道钟富力在美国接受教育，他推崇流程跟效率，而钟庆后则看重人情味。一个广为流传也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是，钟富力曾经因为业绩问题开除过一位能力很强的中层干部，而钟庆后得知以后，竟然悄悄地把这位员工再请回娃哈哈集团，安排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岗位上。
所以各位，这件小事情就是父吕两代人管理哲学当中最根本冲突的一个缩影。那中复历的激进改革几乎是在为外部的挑战者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内应的阵营。在权力的天平上，那个持有24.6%股权的职工持股会是最神秘也最关键的砝码。那作为中庆后的私人禁卫军，其实职工持股会是确保他绝对控制权的铁票仓，但如今他们反水，有可能随时倒戈一击。当年那些老员工反映说，他们最初投资的时候，其实被承诺未来能够获得100倍甚至于1000倍的回报，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2013年，当中庆后回购部分股权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一笔价值2250元的原始股，那最终只变成了6900元。而更要命的事情是，2018年起，娃哈哈内部推行股权回购方案，员工的实际股权直接转成了只保留分红权的干股。说白了，就是从真正的股东变成了只能够分点红利的打工人。所以你想想看，从天堂到地狱的这个落差，让忠诚这2个字变成是一个多么苦涩的笑话。而这项回购的合法性其实一直遭到部分老员工的强烈的质疑，他们甚至成立了员工维权委员会，想要推翻当年的协议。而中复历上任以后，他的激进改革等于说是在伤口上撒盐，系统性的损害了部分老员工的权益跟安全感。比如说，他推行严苛的绩效分红的方案，导致近半数的员工的年终奖面临风险，直接冲击了中庆后时代的所谓共同富裕的这个承诺。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中复历亲手把这些人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比如说副总经理王国祥，他代表老陈跟职工持股平台，就对宏盛系的进入持一种非常抵触的态度。那这样一股积压了10多年的旧怨加上新仇，为杜建英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作为与老员工同时代的元老，他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共情跟支持。届时呢，中复历就可能会真的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个曾经的盟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会被对手引爆的火药桶。他的项背将成为决定这样一场围城之战胜负的关键。那么这场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各位看明白了吗？那现在让我们切换到上帝视角来俯瞰整个战局。女王中复历被困在城中，四周分别是明枪宋继昌的派系，案件神秘的还没有露脸的钟家血脉，内部的裂痕有国资委、职工持股会，他们离心离德。所以其实这样一次争夺遗产的风波，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它暴露了中复历权力的脆弱根基。你想想看，他其实只是从父亲那边继承到了一些股权，但是他缺乏个人的权威跟这个坚实的拥戴他的基础。问题就在于说，他非但没有去努力赢得各方势力的真心的拥戴，反而过于冒进跟失误，已经严重的透支了2大势力的信任。中复历的系列改革，无论是转移商标、转签合同，还是引入宏盛系的人马，不管其本意如何，所有这些动作都指向了同一个危险的方向：掏空娃哈哈。国资委跟职工持股会，他们在娃哈哈集团是持有巨额的股份，但是在中复历的宏盛集团，他们其实是一无所有的。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复历的新政会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引爆兵变，因为这不仅仅只是管理哲学的冲突，是赤裸裸的利益的保卫战。他亲手将2大核心盟友都推向了对立面。虽然中复历在辞职风波当中赢得很漂亮，但这个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改观。那这么一来，他在继承之战当中目前就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手势了。那继承权诉讼当中真正的操盘手肯定是杜建英，他是在延续辞职风波当中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那诉讼拖得越久，对于娃哈哈经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越大，国资股东的耐性也就越有限。这个其实也就为杜建英创造了更多
合纵连横的机会。而在当前的这个诉讼当中，国之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如果中富力没办法迅速赢得诉讼会怎么样？或者说诉讼的过程严重的影响了企业正常经营，那会发生什么呢？我想国资委完全有可能会为了止损，转而支持一个能够被各方所接受的替代方案，而到时候手握了元老支持，又表现出强大的资本实力跟产业产能控制能力的这个杜建英，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这个是不是非常讽刺呢？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开来看，辞职风波是娃哈哈继承权战争的第一幕，它揭示了什么？揭示了中富力在强人父亲离世以后，试图以铁腕手段来重建秩序，但却遭遇了反噬的困境。而当前的继承权的诉讼就是第二幕，战场从董事会转向了法庭，但是话又说回来，战争的核心逻辑并没有改变，这个依然是一场围绕着谁能够真正代表和平衡娃哈哈各方利益的一个终极的博弈。所以中富力想要坐稳王座，他需要做什么呢？他不仅需要在法庭上击败这些明枪，还需要修复与国资委与元老之间已经产生的深深的裂痕，来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老实说，这个可能比打赢任何一场官司都更加的艰难，您觉得他能够做到吗？而关于中富力所面临的这样一场围城之战，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请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